台当局2025年度总预算案将于近日出台，其中房屋预算将创历史新高，岛内反弹强烈。据台审计部门公布的报告显示，台当局公共债务已高达6万5千亿元新台币，这也意味着未来5年台当局都将入不敷出。7月29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召集各部门讨论2025年度总预算案。在房屋预算方面，明年将在4600亿元新台币的基础上，加上特别预算与特种基金，总计630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39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增幅高达5%。纵观近5年的台军整体房屋预算呈逐年增长趋势，从2019年度3815亿元增加到2023年度5803亿元新台币，约合1280亿元人民币 ，GDP 占比也从2%增加到2.5%。而赖清德上台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据岛内媒体披露，明年的军费主要包含增购 F-16战机、无人机采购以及海空战力加强计划等。近年来，台当局配合美国打造所谓刺猬岛，购买的武器装备包括高级雷达设备、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鱼叉反舰导弹、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M1A2T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弹簧刀攻击无人机等。应该说，下一步台湾当局会根据美国的这种指导。同时也根据两岸之间军事实力日益的，就是台湾处于这个不可逆转的劣势这么一个基本背景之下，会进一步的加强对一些比如所谓的轻型的、灵活部署的、生存能力比较强的这种战术或者是武器装备的采购。除了传统武器装备，美台之间的另一项军事协议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台近期正式签署军售合约，旨在提升台军指挥及情侦系统数据链 Link 16，总价值约合人民币44亿元，执行至2026年12月31号。据悉，未来的履约地点位于新北市新店区、高雄市左营区。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美国政府就已事先公布了这一军售案。所谓 Link 16系统，指的就是先进战术资料链系统，具有高度精密性、及时性，可以有效应对外部的电子干扰。它不只传输影像，还能实时反馈战场信息。目前台军的讯安系统就是以 Link 16为基础的作战系统，它整合了台军多个作战单位的作战信息，但未扩及所有现役军备。随着台军未来数年将陆续获得美制 F-16V、Block 70战机、M1A2T 战车、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等，美国开始着手进行升级，最终目标是 Link 22数据链系统。Link 22是 Link 16的升级版，它是包括美国在内7个北约国家共同合作的新款战场数据链系统。在升级完成后，台军的即时性战场感知能力将有不小的提升。包括比如 Link 16啊这些，当然还包括就是导弹防御，它其实涉及到深层的或者底层的，其实就是一些预警信息、卫星信号，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指挥、控制、通信系统的通联，也是以此来作为美国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拼图。29号当天，台审计部门也公布了一组岛内2023年度总决算数据。报告指出，台当局公共债务达6.5万亿元新台币，平均台湾每人负担约27万元，约合人民币6万元。这也意味着台当局未来5年都将入不敷出。对此，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在明知经济风险大、财政压力大的情况下，仍然出于一党之私讨好美国，不断挥霍民众血汗钱，购买到的还是二手武器、淘汰武器。民进党当局到现在已经向美国缴纳了205.3亿美元的武器采购费用，但是武器却迟迟不见踪影。据岛内中时新闻网报道称，仅6月1个月，美方在此拖欠台湾地区的军售武器价值高达8.4亿美元。拖欠的武器包括此前采购的无人机、毒刺导弹、标枪导弹等。地面武器装备同样如此，台军购买的108辆 M1A2T 主战坦克和29辆海马斯火箭炮，到现在也是未见一车交付。美国赖着不交货，却仍在不断勒索。特朗普日前更是变本加厉，公开威胁台当局要给更多保护费。据岛内媒体披露，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随后还建议，台当局至少要将房屋预算增至 GDP 的5%。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马上回应，愿意负更多责任，引发岛内一片哗然。
在特朗普的眼中的话，其实台湾，如果说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通过，比如售卖军火呀，包括压台湾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呐等等，帮助美国削减它的贸易逆差呀等等这方，包括还有。当然，像比如台积电这些高科技产业，转移到美国，为美国带动他们的当地的就业啊，提升美国的 GDP。赖清德上任不足3个月，铁了心要搞台独，台防务预算大幅增加，充分暴露了赖当局以武谋独对抗大陆的野心。不过，岛内舆论指出，即使台军增加防务预算，也不能满足所谓安全的需要，更不可能实现台独势力的台独梦，只会压缩民生开支，制造紧张氛围，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让民众为其买单。赖清德当局搞以武谋独，是螳臂当车，买再多的武器也买不来安全，只会被出售武器的国家当成提款机。再怎么强化国防力量，炒作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也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好，金门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经过5个月，迎来了最新进展。30号，遇难家属在晋江红十字会的陪同下，在金门与台湾方面进行协商，达成共识。大陆方面接回2名遇难渔民遗体及被扣渔船。台湾联合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双方签署的共识共4点，包括归还罹难渔民遗体、归还被扣船只、给遇难者家属抚慰金与道歉。会后，晋江红十字会高级顾问李朝晖表示，双方已就善后协商达成共识，希望台湾有关方面认真落实协商纪要条款，让遇难者安息，给家属一个交代。当天，遇难者遗体同被扣渔船一同返回。除了协商会，当天在金门，遇难者家属、两岸代表人士约100人在殡葬管理所举行联合致祭告别式，现场悬挂岛内各界赠送的同体大碑、同悲不舍等挽联。家属在哀乐声中跟随司仪，分别向逝者上香、献花、献果、叩首。台海巡部门负责人张忠龙在祭奠现场向家属表达歉意。随后，两岸相关部门的代表依次上香、献花、献果，行3鞠躬祭奠礼，向家属致以慰问。对于本案，对于家属所受的煎熬，海巡署愿意再次公开表达歉意，请家属节哀。时至今日，2名遇难者终于能够返回故乡，家属也等来了迟到的道歉。希望台有关方面能尽快公布事件真相，做出公正的调查结论，并对涉事人员做出相应处理。台湾方面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达成共识确实有舒缓两岸局势紧张的效果，彼此试水温。对于未来有关于两岸民间的交流合作，可能有机会再往前推进。实际上，事件发生后，台海巡部门负责人许敬之就率队与大陆家属代表在金门进行了8次闭门协商，但双方始终在纠责与道歉上无法取得共识，致使协商触礁。3月5号，2名在事件中遇难的渔民家属在晋江红十字会陪同下来到金门祭拜亲人。由于始终得不到台有关部门的道歉，其拒收台方给家属准备的10万人民币。台湾金门地区的民意代表，包括民众也一再的在向台湾当局施压下，台湾当局现在被迫做出了让步，也让这次金门恶性撞船事件有一个暂时性的这么一个平息。这当然后续事件还要看台湾当局所谓的司法调查啊等等的结果出来，我们肯定还要求台湾当局对这元凶要进行惩罚，甚至是这个判刑等等一些的追责。后续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观察，看台湾当局是否真的有这个诚心和诚意。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表示，214恶性撞船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如果像台湾当局所奢望的那样，能够让两岸关系进一步回暖，恐怕很难。大陆态度非常明确，这是个案处理，绝对不可能是去复制或者是被其他这个问题或者是一些案例来效仿。台湾当局只要不接受一个中国这个原则，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之间就没有任何可能恢复对谈协商或者是这个谈判。这点应该说大陆的原则性和立场是非常明确的。